丽莎莎，这一期我包你听懂，你要是听不懂的话，那我就给您再解释解释。那开始前我们先喝点水啊，客官们喝点水。这一期有点太干了，稿子加上原文差不多要2万字。对我来说，在镜头前坐那么久，有点太坐牢了，所以我就不露脸了。感谢大家。网络上对人格类型理论，也就是 MBTI 的核心理论，最开始源自卡尔荣格的心理类型的那个对这个感兴趣的伙伴非常的多。有的可能从 16P 的四色小人认识的 MBTI， 有的可能从别的渠道，比如各种小广告，我每天都能刷到好多。不过想必看这个视频的基本也都了解了16人格字母背后的8个认知过程，对吧？你一定了解了，有主导啊、辅助啊什么的。如果还不太清楚呢，也不影响您观看的。想了解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那总有人问啊，说一直苦于找不到好的资源去理解8种认知过程 （cognitive process），也叫做认知功能 （cognitive function）， 功能态度 （function attitude）， 心理过程 （mental process）， 到底它有多少名字？叫法很多。然后网上呢又众说纷纭嘛，就大家各自有各自的解释。我做 MBTI 科普也到现在也要2年了，我想我干脆就整一个靠谱一点的终极版啊，就是特别尊重专业书籍里原文的那种。所以这期视频我会整理我学习过的当代类型学家写的相对比较易于理解的对8个认知过程的专业解释，我们进行逐句的解析，把难懂的部分都给讲清楚。对于想要探索自己人格类型的小伙伴，我有一句真心话要送给你：不要根据你能不能做到后面我们要聊的描述中的那些事情来判定，因为每个人都有全部的认知过程的。如果我们有意识的去努力，大部分认知过程都可以让你产生一种我好像能做到这样的感觉。重要的是怎么判定是他们是不是犹如你用惯用手写字那样自然。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正式开始吧。首先我们来看看对 SP 或者 NJ 人格来说都相当重要的 Extroverted Sensing 外倾感觉、外倾实感，简称 SE。那 SE 呢是 ESTP、ESFP 主要的认知过程， ISTP、ISFP 辅助的认知过程， ENTJ、ENFJ 第3的认知过程， INTJ 和 INFJ 劣势的认知过程。那为什么括号里会写说有争议与否呢？因为从荣格的心理类型问世以来，类型理论其实已经发展很久了，在保持核心不变的情况下，有很多不同的流派。拿 ENTJ 做例子，有的流派会认为说 ENTJ 的第3认知过程并不是上面写的 SE， 而是与之内外倾相反的 SI。 这部分我就不完全展开，包括在 MBTI 的官网也有聊到这些争议，甚至把第3认知过程到底是什么留给你自己去探索。哇，是不是非常的自由啊？之所以强调这个，只是为了告诉大家去辩证的学习人格类型相关的知识。专业的书籍如此，网上的言论就更加如此了。因为人格类型理论它不是个精准科学啊。用国内相对流行的就荣格8维流派的创始人 John Bowlby 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人格类型的模型它来源于荣格的猜测加上一些经验，只是确实在后续的不断的使用和验证中，发现这个模型令人惊讶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就说荣格哇太厉害了荣格。那将来呢也是不排除有更好的模型去替代它的。所以人格类型这个模型，包括所有的8种认知过程，它并不是像什么香蕉、苹果、橘子那样，你可以从基因、从生物学去得到一个泾渭分明的划分的。所以如果有任何人来跟你说你一定是或者不是某个人格类型，然后你根本就不理解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下你无视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定是他自己对于人格类型的整个体系的理解出了偏差。当一个帮助你认识自己和别人的工具没有办法让你去更认识自己和别人，当你得到了4个字母但是完全无法认同或者理解其中的含义的时候，它们真的毫无意义。
我从3年前开始正式学习人格类型理论以来半年以上的长程课程，参加了至少有5期，包括 John Bowlby、Linda Barons、Daryl Nadi 这些当代类型学权威的课程，也和很多类型学网站的创始人做过学习交流，像是 Personality Hacker、MBTI Notes、Psychology Junkie 的创始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其中的任何一个人说出来谁必定是什么人格类型的结论，哪怕在咨询中也是如此。我接触过最快给结论的咨询是 Personality Hacker 的创始人 Antonia， 是一个 ENTP， 他会在15到30分钟就给一个结果，但是他给出的结果是用于后续的讨论和交流的，他不是作为说给你板上钉钉盖棺定论。而像 Linda Barons 是个 INTP， 她的咨询甚至在1个小时的交流之后，仅仅会给你3到4个类型的描述，让你自己去阅读，留着问题等到下期咨询去澄清，去帮你理解。所以探索人格类型真的是不能着急的，也不用着急啊。又扯远了，不好意思。我们回到科普，那我们来看一下 MBTI 对 SE 的描述。我还是得再说一下就是 MBTI 它真正的官网是 Myers-Briggs 它有一个商用的，也有一个 organization 一个基金会，它并不是 16 personalities。16 personalities 是 MBTI 算是它的一个同人作品吧，因为 MBTI 它已经非常努力的易于传播了。就 16P 它更加努力，甚至在官网它都明说，我自己已经不考虑人格类型理论了只是特质理论借用了 MBTI 的格式。我没有任何贬义特质理论有自己的好处，只是确实它和 MBTI 与其他人格类型的理论它不是一回事儿，它们的概念其实不太适用于互相借用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MBTI 它们官方到底是怎么描述 SE 的吧。是这样说的：基于此地和此刻的信息采取行动，喜欢体验世界，活跃、健谈、社交，信任当下，相信有形和现实的东西。关键词是体验、实践。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活跃、健谈、社交这样的描述并不仅限于说 ESTP 和 ESFP， 而是说当一个人积极的投身于 SE 这个过程的时候，就很容易展示出这样的特质，并不意味着说你有这样的特质，你就是偏好 SE 的人。导致这些特质的原因非常多，对 SE 的偏好仅仅是其中之一。那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 Leona 和 Mark 的观点他们对于 SE 的描述，他们2位都是类型学领域的资深专家了。这个描述来自于他们的著作 Building Blocks of Personality Types。这本书是由就是 Catherine Myers 和 John Bowlby 2位大佬就是联名推荐的，真的是特别好，特别说人话又很专业的一本书感兴趣的可以在国际 Amazon 上购买他们是这样描述的：向外专注于通过五感获取信息，是唯一不受过去、现在或将来影响的感知过程。意识到并连接到当前的外部环境，快速注意到客观事实及其所有细节，非常依赖异常准确的视觉感知，眼见为实，重视事物本身，而不是个人对事物的反应或关系，寻求在当下环境中的全面感官体验。这里的五感是笼统的说法，它一般包含所有的物理感觉，比如说阅读本身也是在通过五感去获取信息。而这里提到的非常依赖异常准确的视觉感知，这里经常被人误会说他们一定有异常准确的视觉感知，这是不对的，因为你非常依赖它不意味着你就拥有它，只是说明你非常的需要它。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什么叫做不依赖准确的视觉感知？你可能会觉得我看不清无所谓啊。那什么叫做依赖呢？你会觉得说不行，我必须要看清，我真的好想看得很清楚有提到说 SE 不是个人对于事物的反应或关系，那这是什么呢？可以理解为事物带给个人的主观感觉，SE 不重视这些主观感觉。举个例子就是说
这个房子给我很安心的感觉。这种安心的感觉其实并不是在外界的物理信息很直观的给你的，而是你个人对它的感觉。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 Linda 和 Dario 对于 SE 的描述。那这个观点的出处是他们的著作 Understanding Yourself and Others。Linda Behrens 呢是类型理论广受认可的权威了。之前国际心理类型协会 APTI 还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奖项，专门颁发给对心理类型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然后 Dario Nadi 一直都在做人格类型和大脑相关的研究。虽然我是觉得启发意义大于实证意义了，但是他对于理论的理解特别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关于 SE 他们是这样描述的：外情感知发生在我们觉察物理世界中丰富细节的时候，我们会被吸引去根据我们所体验到的东西采取行动，以获得及时的结果。在信息和体验的海洋中，我们注意到有关的事实和遭遇，尽可能多的学习我们所关注的场景中的信息，尽可能多的学习其中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会积极寻求更多的输入，以获得全局的途径，直到所有的输入源都被耗尽，或者有其他东西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当我们自由地追随令人兴奋的身体冲动或本能，享受在当下行动的刺激感和紧张感时，外情感觉就在起作用。外情感觉在我们行动、触摸和感知周围事物的过程中，可能会让我们出现一种与物理世界合一的感觉和完全的沉浸感。这个认知过程会及时读取线索，看看我们在保证获得我们想要的影响或做出及时反应的情况下能走多远。什么叫做物理世界的丰富细节呢？物理世界也说过了，它其实范围非常的广泛，不只有体育运动或者需要身体敏捷的地方才叫物理世界。像看书、看电影、你看视频学习，其实都涉及到了物理世界。而丰富的细节这个词很重要，因为并不是你觉察了物理世界你就是 SE 了。比如说我用手抚摸麦克风，对吧？那这不是一种 SE， 而是我们要被物理世界中的丰富细节所吸引，关注这些细节本身，这才是 SE。所以哪怕是 ESTP 和 ESFP， 他们也可以经常因为不看路而摔跤的。也许他们正在关注的是物理世界中路之外的其他的丰富细节，对吧？所以他们就没有留意到路况。如果你想要走路不摔跤，你得养成认路的好习惯不是人格类型相关的东西。后面提到的说 SE 其实他想要尽可能多的学习，这就是说他想要最大限度的去感知一切的信息。如果我想感知周围环境，那我就最大限度的感知环境中的一切，不错过这些细节。那如果我只想感知我眼前的这个视频，那可能我会注意这个视频里的很多不同的生动的物理细节。而且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SE 本身它是非常想看到全局的图景的。很多 SE 的偏好者，像 ESTP、ESFP， 他们都会认为我是很有大局观的人，这个非常的正确。只是说重要的是 SE 它是通过不断的向外去寻求外部的输入来看到全局，而不是向里面去寻求自己的猜测预测，那个会更像是 NI 的表现。大概的一种感觉就是我要把能收集到的信息都收集到，借此来看清眼前是什么事情。而这里提到的当下行动的刺激感，它不只有运动才有刺激感和紧张感的，基本上很多调动注意力需要时刻保持关注的活动都能带来这种感觉，像是捉迷藏台上演讲辩论赛没有某个特定的活动一定会和 SE 绑定，因为这个非常的因人而异。甚至有的人会跟我说，他在考试的时候觉得很刺激很紧张。什么叫做这里提到的和物理世界的合一呢？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说你不需要去深思熟虑，你在凭着你自己都不太能够清晰捕捉到的一种本能去迅速的行动。有的人会说这个就是一种很好的运动神经，其实也不只是在运动方面会有这种和物理世界的合一感，包括你在跳舞你甚至在看书这里面的时候都有可能有这种感觉。最后一句话可能稍微有点绕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说
你再根据所读取的即时线索去立刻做出反应，你看看说你能够做到什么地步才会失手。举一个例子，就是你玩对战游戏，你冲出去跟人 PK， 然后想凭着反应力躲开对方的攻击，这就是你在读取线索做出及时的反应，对吧？然后你一直到自己被打死，你就失手了嘛。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introverted sensing， 也就是对 SJ 和 NP 人格来说格外重要的内倾感觉，或者叫做内倾实感。SI 呢是 ISTJ 和 ISFJ 主要的认知过程，是 ESTJ、ESFJ 辅助的认知过程，是 INTP 和 INFP 第三的认知过程，是 ENTP 和 ENFP 劣势的认知过程。先来看看 MBTI 官方是怎么描述 SI 的。将当前的事实和情况与过去的经验进行比较，出色地回想特定的细节，信任并记住过去，储存对他们未来使用重要的感官信息。关键词：记住、缅怀。对于 SI 最大的误会就来自于这段出色的回想特定的细节的描述。因为对特定细节的出色回想其实并不等同于出色的记忆力，很多人会觉得 SI 它就带有出色的记忆力，但是广义上的出色记忆力指的是在整体上你可以比别人回想起更多更好的细节，但是 SI 只是对于特定的一些细节格外的清晰，可能别人眼里容易记住的细节反而没记住。SI 在印象里到底刻入了什么，非常取决于个人视角下到底重视什么，到底经历了什么。所以你只能说他们在自己重要的事情上可能有比较出色的记忆力，勉强可以这么说。那举个例子，我清楚的记得当时开门，对吧？我用了大拇指按了3下扶手，有2下留下了指印，哇，多么清晰，多么精确的记忆啊！但我可能完全不记得那扇门是什么颜色，我甚至不记得那个门的材质，因为我当时个人没有重视它，没有留意到。然后我们来看看 Leona 和 Mark 是怎么描述 SI 的。通过与之前的经验进行比较来体验当前的世界，以生动的感官细节顺序地重新体验过去，专注于由当前的对象、人和事件触发的记忆和比较，将过去的感官资料存储在一个主观的内部数据库中，具有高度内在的身体觉察，主观的选择在当前注意到什么，以及从过去回忆什么，寻求使用以前的经验作为探索当前经验的指南。什么叫做顺序的重新体验过去呢？顺序指的就是没有跳跃性，从开始到结束是连贯的，强调的是 SI 的这种重新体验，它往往是按照个人视角下的时间线来的。比如你从客厅走到厨房，然后再从厨房走到卧室，哪怕可能厨房和眼前的信息没有什么相关性，但是在你重新体验的时候，往往这一个部分也不会被你略过。而后面所提到的主观的内部数据库，什么叫做主观的数据库？比如说有2个人同样经历一样的事情，但是他们各自储存下了不同的东西，那具体存下了什么取决于个人，这就是这里的主观性。而高度内在的身体觉察是为什么会有呢？是因为很容易察觉到自己身体里面发生的差异，发生的变化。因为当你总是去把现在和过去做一个比较的时候，你非常清楚的能够意识到，有一些地方是不一样了，有一些地方的感觉是不同了。那 Linda 和 Dario 是怎么描述 SI 的呢？内倾感觉通常会把数据和信息储存起来，然后将当前的情况与已经储存的相似情况进行比较和对比。当前的经历会言语被立刻和之前的经历联系起来，我们会察觉、记录到它们的相似与不同。例如，注意到某些食物的味道与尝起来不一样，比平时更咸。当我们看到某人就让我们想起另一个人时，内倾感觉也在运作。有时，与回忆中的印象相关联的感受
会连同回忆信息本身一起进入我们的意识。这时候，这个印象可能非常强烈，以至于我们的身体做出反应，仿佛是在重新体验这段经历一样。这个认知过程还涉及到回顾过去，从历史、后见之明和经验中吸取教训。内情感觉通常对细节非常关注，并明确地认识方向、目标以及将要发生的事情。内情感觉会与长久以来的习惯惯例有一种融为一体的感觉。在我们认为可靠的东西不断变化时，内情感觉帮助维系着文明和文化，保护着那些人们所熟知并坚持的事物。前两段描述也有提到，不过我这里想格外强调一下，我们知道说内情感觉它是做对比和比较，那对比和比较的前提是它会同时关注两者才能做这件事情，所以 SI 它不仅仅是关注已经储存的信息，它也很需要眼前的信息来作为一个对比的对象的。而被立刻和之前的经历联系起来，像这样的一个描述啊，其实相比于去在记忆里挖掘这种立刻的联系，更像是之前的经历它自己破土而出进入意识。后面提到的说，与回忆中的印象相关联的感受也会随着回忆一起涌入进来。这举个例子，就像是说，比如我想到了某个下雨天，当时是一种潮湿和烦闷的感觉，然后随着我在这个下雨天进入了我的意识，那这些感受也随之而来。这其实是一种经历的复现，哪怕经历中有情绪，但它仍然不涉及到任何情感价值的决策或者衡量，所以这个和 FI 是没有关系的，一定要知道。后面有看到说内情感觉对于细节非常的关注， SI 和 SE 他们都有提到对细节的关注，这个非常的正常，因为 sensing 感觉本来就是具体的细节的，我们要区分的是他们的动机，他们的出发点。 SE 是我要去最大限度的体验，去感知，所以我不放过任何细节，而 SI 是我对于特定细节的印象是如此的清晰，我没有办法去不看它。那什么叫做这里说的与长久以来的习惯惯例融为一体呢？其实意思就是说，把这些习惯惯例当成生活中非常自然的一部分，你会因为缺少它而觉得你的生活好像不对劲了，不一样了。而在最后提到的人们所熟知并坚持的事物，其实这个东西可大可小，大到我们民族所传承的文化历史，对吧？像是过年就要去长辈家里拜年，这也算。那小到可以就是说，扫把就应该放到门后面啊，不要放在不该放的地方，就非常取决于个人到底吸纳了什么文化和经历。所以千万不要根据行为的表象去分辨这个人是不是有 SI 的一个特点。我们经常把 SI 和守旧挂钩，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当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说守旧的时候，我们其实提的是上一个年代的旧了。那对于我们新时代的人来说，他的从小到大其实没有太经历到上一个时代的熏陶的，那他自然也不会在就是他的 SI 中录入这些相关的一些信息。然后我们就来到对于 NP 人格和 SJ 人格格外重要的外倾直觉 Extraverted Intuition 了，简称 NE。NE 呢是 ENTP、ENFP 主要的认知过程，是 INTP、INFP 辅助的认知过程，是 ESTJ、ESFJ 第三的认知过程，是 ISFJ、ISTJ 劣势的认知过程。MBTI 官网是这样描述 NE 的：在外部世界看到可能性，充满热情，喜欢和人互动，信任大局，形成模式和关联，然后可以与他人分享。关键词：头脑风暴，集思广益。
和其他的描述一样啊，像充满热情、与他人互动这样的描述，其实并不仅限于 ENFP 或者 ENTP。当一个人积极的投身于 NE 这个过程时，就很容易展现出这样的一个特质。注意啊，这里不意味着你有这个特质就倾向于 NE， 导致这个特质的原因非常的多。那这里的头脑风暴 brainstorming 其实经常被误解。它实际的意思并不是一个人自己想很多，而是一群人彼此不断通过交流来获得新点子。这是和 NI 的重要区别。后文对 NI 的描述里，你可以看到他会特别强调是和自己的头脑风暴。所以在这里我会把 brainstorming 也同时翻译成集思广益，因为这个更符合我们能理解的意思。那我们来看一下 Leona 和 Mark 怎么说的。他们是这样描述 NE 的：致力于去从环境中的客观数据构建未来的可能性，探索可能发生的事情，具有跨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外部关注点，看到塑造未来种种选择的模式和联系，形成一系列可验证的连接，创造模式和可能性，几乎可以瞬间创造一个充满具体可能性的领域。基于当前的外部情况，寻求对全局画面的广泛理解。什么叫做从环境中的客观数据去构建可能性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可能性它是基于当前的环境的，并不会和环境割裂，需要外部的刺激。这里的客观指的就是确确实实你能在环境中看到的可以验证的东西。那为什么说 NE 它跨越过去、现在和未来呢？因为它其实不是很受时间的影响，只要存在可能性，亿万年之后的可能性和发生在上一个世纪的可能性和发生在下一秒的可能性，对 NE 而言它都是并列的可能性。那这里又特别强调 NE 它会形成一系列可验证的连接，也就是说从一个可能性关联到另一个可能性应该是有迹可循的，会始于像前面说的明确的环境中的客观数据，比如他人说的一个词语，或者墙角的那只蜘蛛啊，它让我想到了 A， 然后 A 的什么让我又想到了 B， 然后 B 又让我想到了 C， 这样的一条连续的连接。最后他提到说，瞬间创造出一整个充满具体可能性的领域。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通过发现各种可能性， NE 它可以构建一个基于可能性的完整场景，以可能性为砖块搭起来一整个房子。那什么叫做具体可能性呢？我可能考90分以上，就比我可能考试不错来得更加的具体。那 Linda 和 Dario 是怎么描述 NE 的呢？外倾直觉会发现隐藏的含义，并对其进行解释，通常从仅仅一个想法中考虑大量可能的解释，或者解读某人的行为到底有什么含义。他还会以如果的方式看待事物，看到事物在现实中可能有的不同呈现。通过这一认知过程，我们可以在脑海中同时玩耍许多不同的念头、思想、看法和含义，并且认为它们全部都具备真实的可能性。这就像是将主题和线索编织在一起，我们不知道编织的图案，直到一个思想线索自己出现，或者在思想的互动中被拉出来。这些思想线索通常是从其他情境中引入的，因此策略或概念往往从即时的互动中浮现出来，而不是事先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使用这一认知过程，我们会真正的欢迎头脑风暴性所浮现出的东西，并且享受充满想象的玩弄不同的场景和可能性的组合。外倾直觉会以一种跨情境的思考方式去做这些。外倾直觉还会催化他人，并且即兴塑造情境，通过突现的领导力来传播一种欢迎新事物的氛围。我们看到这里他用的考虑，它的英文词是 entertaining。entertaining 本身带有娱乐的意思，其实在 John Bowlby 对于 NE 的描述中也用了这个词。这里特别强调一种对于考虑过程的享受和乐趣，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快乐的、欢乐的考虑。而后面提到的说，认为他们全部都具备真实的可能性，这是指 NE 的那些念头、想法看法，他们通通其实都是被当成并列的可能性，被当成都可能是正确的，不会因为其中的某些不切实际而被排除。强调的是 NE 它对于可能性的一种开放性，在他的视角下，每一个可能性都可能在不同特定的情境下实现嘛。你就算是外星人入侵地球，在特定的情境下，它也是可以实现的。将主题和线索编织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主题一般是指一个抽象的方向、想法、概念等等，而线索一般指一些细节和具体的信息。这里的编织就是指这两个交错在一起，他们彼此之间去建立关联，就是 NE 经常喜欢做的那样的一个彼此的联系。而 NE 和 SE 其实都离不开即时的互动这里也特别的提到了这个词，并不只是 SE 和即兴发挥的相关性强，区别只是说 NE 它即兴去感知的是概念，而 SE 它即兴去感知的是具体的信息。这里又提到了一种叫做跨情境的思考方式。什么叫做跨情境？就是把通常不太关联的想法关联起来，跳出本身的情境。在纳里博士的另一本书《The Neuroscience of Personality》里面有一些例子，比如说听到猫和狗这两个词语，大部分的时候会想到叫声、样子、关于猫狗的故事等等，这些算是符合猫狗情境的。而跨情境的例子是通过这两个词语想到了两个兄弟之间的故事，其中一个兄弟有猫的品质，一个兄弟有狗的品质，甚至通过这两个词语想到猫和狗如果他们写作文，最后会有什么写作风格上的差异吗？就像上面提到的，正是因为 NE 它不会拒绝任何的可能性，它平等的把所有可能性看作真实的，所以它不会因为猫狗写作文毫不实际而就把它排除在外。这里要重新提醒一下不要通过自己能不能这样做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偏好 NE 因为我们努力通过意识去做这件事情，去强迫自己跨情境思考的话，基本还是能做到的，至少你自己会感觉你好像做到了。至于后面提到的说 NE 它催化他人，这个催化的词非常有意思，它用的是 catalyzing 催化本身它其实是一个化学用语嘛，催化剂就是一种可以加速化学反应，然后自身也不被消耗的物质，在这里特指的就是可以带给他人鼓励，激发他人的进步、改变，发掘他人的潜能等等等等，就说他人就好像那个被催化的化学反应一样催化出了一点什么。而这里说的即兴塑造情境，大概的意思是说，就是你没有事先准备，但是你就可以把情境引导向一个新的，通常是更积极的一个方向。至于最后提到的凸显的领导力，他的意思是 NE 他虽然可能不是在一个领导的位置，就一个人可能他不是在一个领导的位置，但是因为他可能对于 NE 的追求，在投身于 NE 的这个过程中的时候，他会去催化他人他会去积极的去追求变革这种推动力反而可能让他成为了一个仿佛领导一样的存在。接下去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内倾直觉也就是 NJ 和 SP 人格特别重要的一个认知过程，简称 NI。NI 呢是 INTJ、INFJ 主要的认知过程，是 ENTJ、ENFJ 辅助的认知过程，是 ISFP、ISTP 第三的认知过程，是 ESFP、ESTP 劣势的认知过程。MBTI 的官方是这样描述 NI 的：看起来很有远见，连接无意识的图像、主题和联系，以此获取看待事物的新视角，与自己进行内部头脑风暴，信任并依赖于内部的顿悟，这可能很难让其他人理解。关键词：预见、愿景。
很多同学会觉得 NI 它的理解比较困难哦。我个人理解这种无意识的视角是这样的，就是说拿 SI 作为类比，SI 它会积累感官信息嘛，那 NI 它会积累直觉信息。SI 积累的感官信息经常让人触发回忆，触景生情，那而 NI 的直觉信息同样也经常从无意识里溢出来，进入意识，和 SI 的回忆进入意识是很像的。而这里 visioning 被翻译成的愿景，和我们大家广义理解的愿景有一些不一样。它并不是指我们想要看到的一个场景，我们美好的期待。这里特指的是 NI 它在内部世界真的看到了这些内在的客体，他们非常确信和信任自己所看到的东西。这并非意味着他们就一定准确虽然相对准确，毕竟对于 INFJ 和 INTJ 这些 NI 主导认知过程的人格类型来说，这是他们每天赖以生存的东西。那 Leona 和 Mark 是怎么描述 NI 的呢？专注于无意识的内容，有着对无形事物的心灵觉察，寻找宏大的模式、主题和系统，以此理解一切事物的意义和重要性。运作无法预测，常常是闪现而出的顿悟。通过抽象的感知所有事物的本质及其复杂的相互关系来寻求理解，将意义和象征赋予感官的具体世界，寻求理解整个宇宙的舞动。什么叫做宏大的模式？宏大的模式指的是各种不同事物背后相同的模式。单纯的，如果你考虑的更周全、更长远，并不等于这里的宏大。而这里特别说的词是顿悟 ，NI 是顿悟。顿悟是指什么？突然对一个复杂的问题或情况产生了清晰的、更深层的、带有确定性的理解。它和灵感 （inspiration） 其实是相对的，后面我们会再展开提到。那什么又是抽象的感知呢？抽象的感知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不依赖于具体的形象或者感官去感知。我们看到这里也提到 NI 它也在乎复杂的相互关系。其实 NI 和 NE 都会涉及到事物之间的关系关联，但是 NI 去寻找的是去理解复杂的相互关系，类似于把所有事情揉搓在一起去产生终极的理解。MBTI 中文的官方培训材料会把 NI 比作炖锅，就是把很多东西都放到里面一阵乱炖，把它们最后彼此炖到一起，然后产出的东西我们一般叫做高汤嘛，或者叫精华。而这里提到的将意义和象征赋予具体的感官世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的例子比如我在耳边纹了一个三角形的纹身，它是一个肉眼可见的感官世界的具体图案，但是它可以象征着我人生中的3次磨难，那这就是它的意义和它的象征。对于 NI 主导的人而言，生活中会充满了顿悟、意义、象征。经常会有人拿自己曾经有过的1-2次相关的经历来认为这就是 NI 主导。不是这样的，任何人都可能偶尔有这样的经历，尤其是 SP 人格。曾经不止一个认为自己是 NI 主导者的 ESFP、ESTP 在听完了 NI 的描述后问我，我确实不符合，但是生活中真的有这样的人吗？有趣的是，这恰恰就是我们看待相对劣势的认知过程描述时常有的反应。真有人如此吗？他图啥呢？到底为啥呀？那 Linda Behrens 和 Daryl Nadi 是怎么描述 NI 的呢？内倾直觉会整合看似矛盾或对立的事物，将理解推向新的层次。通过这一认知过程，我们会在某些时刻拥有全新的、未曾预料的领悟。在与周围人的互动中，我们可能会突然感到自己从当前的互动中抽离，随后是突然的顿悟，这就是答案。内倾直觉所带来的对未来的感知和洞见，具有一定的确定性和迫切性，它们似乎在要求我们采取行动，
并帮助我们专注于实现我们对未来事物如何发展的愿景或梦想。利用这一认知过程，我们可能会依赖于某个焦点工具或象征性动作来预测、启发或转化。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基于不可见的趋势和征兆来描绘未来的发展途径。这个认知过程可能会弄清楚复杂的概念或思维体系，或构想出象征性的或前所未有的方式来理解普遍的事物。它可能导致我们创造出超越性的体验或解决方案。什么叫做整合看似矛盾或对立的事物呢？这里强调的是把那些产生分歧的事物最后统一成一体。举个例子，有的人猎杀动物，有的人保护动物，这背后其实是一回事，都是人类在实施自己的主权。人类自古以来一直如此。那为什么新的层次，这个我还要把它画出来？新的层次不意味着更深刻或更高级的层次，只是 NI 进入的是和直观体验的世界不一样的一个世界。所以千万不要以你标准下的深刻与否作为分辨任何人格的依据，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那前面有提到 NI 的顿悟和 NE 的灵感的区别。NI 它的这种领悟顿悟和 NE 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领悟顿悟是让其他可能性黯然失色的那个答案，而一个灵感是你其他接踵而来的灵感的敲门砖。这里有提到说 NI 会从当下的互动中抽离，这种抽离就是你感觉和周围的环境联系减弱了，是你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内部的直觉世界中。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不是发呆，不是走神，不是你注意力涣散了。抽离是带着一定主动性和意识的，就好像是你的意识之海中突然浮现出来了一个东西，于是你就把注意力从眼前的环境中抽走，转而投向意识里去看啊，里面这个到底是什么？这里提到了特别关键的一个点，就是 NI 所看到的那个愿景、那个方向，它会要求我们迫切的去采取行动。这个是 NI 和 SI 的相似性，他们都想要一种合一。SI 希望自己感知到的过去与现实是合一的，而 NI 希望自己感知到的未来与现实是合一的。所以行动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要确保所见未来的实现。这种迫切感，它不是一种哎呀我好觉得好有意思，我好渴望觉得做这个一定会很好玩的迫切。那这里的焦点工具又是什么意思呢？焦点工具或象征性的动作。焦点工具一般是指我们会借助它去集中焦点的工具。废话，就是它会作为我们注意力的一种支撑点，而象征动作是那些具有象征意义，并不能够按照表面的意思去解读的动作。举个例子啊，我看着一个棋盘，这个棋盘就象征着我的人生，然后我把其中的一个兵给放倒了，这象征着我的人生中会错过的那些小的机遇。那在这里，棋盘和棋子就是我的焦点工具，是我注意力的支点，而放倒的这个兵的这个动作就是我的象征性的动作。但最后提到的说超越性的体验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是超越性的？我们结合前面去理解，这种超越性的体验体现在 NI 会带来新的层次的理解，是一个完整的新的层次。透过这个新的层次，你会获得一个统一的，但是能够装下一切的全新视角。比如卡尔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为我们理解人类的心理和行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理论是统一的，但是它装下的是一切人类的心理和行为的视角，有点像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滤镜来看待所有的人类心理和行为。得了，我们接下去就来到判断过程啦。首先是对所有的 TJ 和 FP 人格来说都相当重要的 extroverted thinking 外倾思维简称 TE。TE 呢是 ENTJ、ESTJ 主要的认知过程，是 INTJ、ISTJ 辅助的认知过程，是 ESFP、ENFP 第三的认知过程，是 ISFP、INFP 劣势的认知过程。
MBTI 官网是这样描述 TE 的：在外部世界寻求逻辑和一致性，关注外部法则规则，讲究逻辑性分析性的决策者，他们组织环境以实现目标。关键词：组织、安排。在外界寻求逻辑和一致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它以外界的规则为规则，包括像是因果关系啊、明确的标准原则啊、外界明确的一个结果呈现啊。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财务报告上显示商品 A 上架后利润下降了，但理论上根据推测应该是上升的。那这时候和外部一致的逻辑就是看外界明确的结果就是利润下降了，根据这个财务报告最后决定停售商品 A。 当然实际情况会更加的复杂，这个例子仅仅是理解什么叫做在外界逻辑一致。然后很多人对于 TE 的一个误会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 TE 的组织环境是包括组织人的。组织作为一个动词本身就会包括安排分散的人和事，让他们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往往和沟通交流有很强的挂钩关系。那 Leona 和 Mark 是怎么描述 TE 的呢？采纳或制定适用的标准来指导决策，致力于去构建和组织外部世界，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归类到一个有序系统中的适当位置，在政策、标准程序、操作准则或其他一些通用的指导规则框架内应用客观逻辑，认为创建和维护能够照顾到人的系统，比直接照顾个体更为有效，因此也更为重要。通过实现目标或达成最终结果而获得动力，在环境中寻求清晰和有序。这里特别强调构建和组织的是外部的世界，和向内的 TI 和 FI 这两个判断过程不一样。 TE 几乎不可避免的会对外界施加影响力，而且是非常直接的影响力。而这里提到说，在框架内应用客观逻辑，这里的客观指的是以外界事实作为目的和依据的逻辑。要注意啊，在讨论认知过程的语境中，客观和主观均为中性词，用以区分在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并非某些语境下的自私的主观或者公平的客观。而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TE 照顾人的动力可能不比 FE 来的小。同为外倾判断过程，他们想要的成果都是外界能够某种意义上认可的，只是 TE 照顾的方法非常的不一样，他希望通过建立有效的系统来达成这种照顾。而最后说 TE 通过实现目标或达成最终结果而获得动力，这个就是 TE 被误会最多，也是 TJ 人格被误会最多的地方，就是会觉得他们这个很功利，好像我为目标导向。问题是他的描述很清楚，是通过实现目标获得动力，意思是这个对他们来说很有兴趣，很有动力，这不等同于功利啊。就好像你很有动力去获得好的成绩，这不让你成为一个唯成绩论者，这也不会让你必定就成为一个不择手段的想要去作弊的人，对不对？那 Linda 和 Dario 在描述 TE 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应急计划、安排组织和应用量化手段都发挥了外倾思维的过程。外倾思维帮助我们通过图表、表格、图形、流程图、概要等组织我们的环境和想法。在最成熟的情况下，这个认知过程是关于组织和监管人与事，让他们高效率和高产出的工作。经验性思维是外倾思维的核心，我们用基于事实的逻辑来挑战他人的观点，为决定和结论提供合理的解释，并帮助别人的思考过程建立秩序。在书面或口头的交流中，外倾思维帮助我们更容易地跟上别人的逻辑、顺序或组织。它还帮助我们注意到遗漏的内容，比如当有人说他将讨论4个话题，但实际上只讨论了3个。总的来说，它使我们能够将生活的许多方面进行划分，以便我们能够做必要的事情来实现我们的目标。什么叫做应急计划呢？就是那些你为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制定的备用计划。
而应用量化手段指的就是用那些可以明确测量和分析的方式去表示事物，一般都会涉及到数字和图表之类的东西。这里特别有强调说，外倾思维可以让事情高效的产出，但是它在前面加了一个前提，在最成熟的情况下，TE 本身它并不等于高效，只是在它追求的方向上这些积极的褒义的结果是它的成熟发展可以给它带来的。而后面提到的经验性思维，一定要注意，这里的经验性是 empirical， 不是 past experience 过去的经验是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的意思，就是从实际的数据和事实出发，通过观察、实验和证据来形成结论，要求结论是可以明确的在外部世界验证的，而不是理论上的。那有人就会问，那一个直觉型加上外倾思维的人格，比如 ENTJ， 也会以经验性思维为核心吗？当然，经验性思维是衡量和决策的方式，与一个人更倾向于感知到什么、信任什么感知没有冲突。一个人可以预见到实际的经验并未告诉他的未来，但是去实现他的方法和过程，在这个中间他做出来的决策可以非常的重视实际的数据和成果。那什么叫做更容易跟上别人的逻辑呢？因为和 TI 不一样， TE 它没有个人的预设，这里我们之后聊 TI 的时候会提到，它更倾向于按照逻辑所呈现出来的样子本身去理解它，而不是把它放到个人的框架中去理解。这并不是说个人的框架就一定会带来一个误解，但是你要把一个外界的东西放到里面的框架上去，它势必要经过一定的转化，这个过程是会让理解变得稍微复杂一些的。而后面有讲到说 TE 会注意到遗漏的内容，然后举了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其实生活中每个人都能发现这一点，对吧？一个人说，我要讲4个东西，但我实际只讲了3个。但是这个例子强调的不是说 TE 才能发现这个遗漏，而是在强调 TE 它对于外部逻辑的一种忠诚。我试着用 TI 来做一个对比当一个人说4个话题，实际上只有3个的时候， TI 可能会去理解 OK， 其中的第3个话题在我的理解下是可以拆成2个的，所以也可以算作4个话题，很合理。但是 TE 它会更在乎逻辑呈现在外界的是什么。如果演讲者明确的在演讲中提到了说我的第4个话题可以拆分，那也 OK 的，否则这就是一种外部逻辑的不一致，不会因为你在你内部的理论上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接受它作为一种最终的解释，必须要实际上看到这个事实呈现在外界，否则它就是漏了一个话题天王老子来了，他也漏了一个。就希望不要有人因为这个例子就觉得说你偏好 TI 你就注意不到别人把3说成4，如果有这种误会，那我已经无话可说了，大哥。然后最后他用的那个词划分 compartmentalize 也非常的有讲究，这个词也有分类的意思，但是为了避免和 TI 的分类搞混，我把它翻译成了划分。它们的差异是 TE 的划分是带着目的的，它是为了更好的控制事物、控制和管理，让事情各司其职，你归你做你的，他归他做他的，然后你们一起彼此协作，构成一个完善的系统。而 TI 的分类是为了在自己的框架内理解不同事物之间精确的差异性，我们之后也会提到。接下去就是我们亲爱的内倾思维，对于 TP 和 FJ 人格来说都格外重要的认知过程，简称 TI。TI 是 INTP、ISTP 主要的认知过程，是 ENTP、ESTP 辅助的认知过程，是 INFJ、ISFJ 第3的认知过程，是 ENFJ、ESFJ 劣势的认知过程。MBTI 官网是这样描述 TI 的：寻找思想上的内在一致性和逻辑性，信任内部框架，这可能很难向人解释。经历深度的集中专注，
这种集中专注是客观的、分析性的。关键词：分析、检查结构。外部一致性和内部一致性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给大家一个参考，内部一致性一般指的是一个论据的结论是否符合它的预设，而外部一致性一般指的是一个论据的结论是否符合所有相关的外部事实。我们常说 TI 有主观性，主要指的就是它的预设是相对个人化的。而后面提到的说 TI 难以向他人解释，这个我们也借此可以更好的理解，因为 TI 的框架它是内部的精密的，框架的建构本身其实就是目的是为了让他对自己说得通，让自己能够理解。但是我们要知道，难以解释也并不等同于 TI 就无法解释。很有意思，这里提到 TI 的集中专注的过程是客观的分析性的，后面我们会看到说 TI 是主观的那到底这种客观主观之间的差别怎么回事呢？我们很需要看到主语是谁当内倾思维整个被当成一个主语的时候，主观性描述的就是它的目的是主观的，它是主体导向的它是为主观的个人而服务的。但是 TI 的这种集中专注的过程是客观的，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它尽力避免个人的情感或偏见带来的影响。在人格类型的理论中，我们描述认知过程本身时用的客观主观，一般都可以理解为客体导向和主体导向。我们后面也会看到类似的描述都可以套用这个解释，我就不特地再重复了。那我想可能有人会奇怪，什么叫做服务于主观的个人，但是这个过程客观呢？你可以想象一个机器人，它只听你的话，它是为了服务你，但是这个机器人本身它是只会做一个客观的决策，这就是一种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共存。Leona 和 Mark 是这样描述 TI 的：聚焦于内在的逻辑分析，希望根据内在的原则和真理框架来做出决策，创建一个精确且经过提炼的类似网格的分类系统，以便信息进行分类，以做出决策。构建一个主观的内在框架来构建和指导其分析，专注于任务的完成方式，追求内在的精确性，被驱动去理解系统的逻辑关系。如果 A， 则 B。内在的逻辑分析被反复的提到在各种对 TI 的描述中，就是说 TI 它是基于自己所关注的事实进行逻辑分析，会对客观的事实是做一个筛选的，这种筛选它并不是去歪曲事实。举个例子，这个篮球队赢得了冠军，这个是一种客观事实，但是我们讨论的是最强的篮球队，所以我们要看潜力，要看人员健全的情况下，能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它是对事实来做一些筛选，有一些事实对于 TI 的框架来说更重要，有一些不那么重要，这取决于 TI 正在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理解框架。而 TI 和 TE 其实都会包含建立系统的，只是说 TI 的系统它是为了系统本身而建立，目的是帮助自己按照某些前后一致的原则去理解和分析事物。重要的是在自己这里前后一致，不需要响应客观世界，所以会说是一个主观的内在框架。而 TE 的系统为了促成客观的成果而建立，所以说在 TE 的有序系统里，我们会说一切事物都有自己该在的适当的位置。举个例子，举一个 TI 系统的例子，我用自己的手臂去当做测量距离的工具，并且以此构建了一套理解长度的框架，这就是一个主观的框架嘛，因为我的手臂并不能够适用于别人的手臂。虽然这个和外界不通用，但是我自己可以根据这个对事物形成长短的概念，并且去分类它们。比如说，我还可以用它来解决问题。我知道说这个柜子的宽度它是5个手臂，那我的门只有4个手臂宽，那这个柜子进不去门。那什么叫做专注于任务完成的方式呢？这里强调的是方式。这里和专注于任务的完成结果相对应。为什么 TI 会更关注方式，也就是 how the task is done？
任务是怎样被完成的。因为 TI 是让自己建立的内部框架来指导决策的，这意味着每一步的决策都是在把内部的框架搬到外面来，把内部的理解付诸于外界，或者要根据外界的信息来调整内部的理解。这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确保内部框架的良好构建，它是首要的目的，而外部任务的达成反而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一定要知道，这里的所谓的不是最重要的，不是说你去问一个 TI 的偏好者说你在不在乎任务成功失败，他说我不在乎，不是这样的，不是说成功失败无所谓，而是说当我们投身于 TI 这个认知过程时，我们的注意力不会太流向任务的结果，而是会更专注于过程上。我们来看一下 Linda 和 Dario 是怎么描述 TI 的。因为 Linda 本身她就是 INTP， 所以这个描述会很有趣。内倾思维通常涉及寻找恰当的词语来清晰明确恰到好处地表达一个观点。应用内倾思维就像是拥有一种内在的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感觉，注意到使其成为该物的微妙差别，然后对其进行命名。它还涉及一种内在的推理过程，即从类别中派生出子类别，从一般原则中派生出子原则，这些便可以用于解决问题、进行分析，乃至去完善一个思想成果或一个想法。这种认知过程在行为上体现在将事物或想法拆解，以弄清楚它们的工作原理。这种分析会去查看问题的各个方面，并发现其中的不一致性。通过这样做，我们寻找一个杠杆点，以最少的努力或对系统的损害来解决问题。当我们注意到论点和框架之间的逻辑不一致时，我们会投身于这个内倾思维的过程，利用一个模型来评估所观察到的论点的准确性可能有多高。什么叫做恰到好处的表达一个观点呢？就是说这个观点它是不是准确的表达出了这个观点要表达的意思。这是一种内部的精确性，它不仅仅要求这个观点不要遗漏本身的意思，也需要这个观点不要超出本身的意思，带有一定的自我设限。而后面提到的说 TI 会注意到东西使其成为该物的微妙差别，也就是说让一个事物是这个事物而不是其他事物的核心比如同样是木头的组合，是什么让桌子被命名为桌子而椅子被命名为椅子，这个跟后面的杠杆点是很相关的。就是说我们可能稍微做一点改动就可以让这个桌子变成了椅子，那这个改动的这一点就是所谓的杠杆点，后面我们会再解释。那什么叫做从类别中派生出子类别呢？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就是一直到你无法去派生出新的子类别为止。它就是把事情不断的进行更细致的分类，而且是有逻辑的分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更精确的去界定事物。比如交通工具分为陆路交通、水路交通、空中交通，陆路交通又分为大型、中型、小型，然后大型陆路交通又分为客运、货运等等等等。于是你可能会听到这样的对话，那个是什么？这是一个交通工具。什么交通工具？交通工具的种类有很多，你说的是哪一种？那这里的杠杆点前面有提到过一点，到底是什么意思？从意思的角度来说，就是说有一个或几个小的支点，然后它是解决了整个大的问题的一个关键点，就像你用杠杆撬动地球一样。那这种分类是如何解决问题并且寻找杠杆点的呢？比如买衣服，你遇到了损坏，那这是哪种类别的损坏呢？是人为的还是非人为的？那既然是非人为的这个类别，那这个子类别是可以避免的还是不可避免的呢？既然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子类别，那它的子类别是影响使用还是不影响使用的呢？最后我们按照非人为、不可避免、不影响使用的这个类别，最后去命名界定这件事情。那么我对问题所在的地方是不是就有一个很精准的定义了？那这个就是杠杆点的一个源头。那为什么找到了这个杠杆点就可以用最少的努力和对系统的损害来解决问题呢？
当你找到了问题中各个方面最精确的一个界定的时候，就好像你已经知道了机器中到底出错的是其中的哪个齿轮，那仅仅替换掉这个齿轮，是不是就是你付出了最少的努力，也是对机器的影响是最小的？用上面的衣服的例子来说，如果你按照非人为、不可避免、不影响使用的损坏的这个界定来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会付出的肯定是比你按照一个很大的损坏去处理的精力要付出的精力来的少很多，而且更容易得到解决，因为你提出的是很合理的在你的范围内的诉求。但是我们会发现这种方法确实它可以让你用出最少的精力、最少的努力，也对整个系统的损害最小，但它不总是带来最大的收益，或者并不总是有最高的效率的。因为你机器坏了，我可以立刻打电话叫个新机器去买个新机器，比起我去研究它、拆卸、组装、去购买特定型号的零件来的更有效率。而衣服损坏了，对吧？我拨打消费者投诉热线，或者搬出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法规，也许可以带来更大的赔偿、更大的收益。尽管如果我们因为就是这种不可避免、非人为又不影响使用的损坏去做这些事情，似乎不是很符合赔偿的体系当然，这里我们不讨论道德，例子只是为了帮助理解普通的 TI 它的这种杠杆点到底是指什么。如果是一个一开始你就带有恶意的人，然后你也可以用 TI， 对吧？只是说你自然会找到相应的能够满足你自己恶意索赔动机的一个分类和界定方式。那最后这里提到的论点和框架之间的逻辑不一致，这里的论点不是指嘴上说出来的论点，也包括实际观察中发现的一些结论。这段的意思是你发现了一些论点或者结论和自己的理解框架有不符合，然后你就会去针对这个论点和结论，你去建立一个模型，以此来评估到底这个论点和结论是不是准确的。如果准确，往往意味着你需要修正自己的理解框架。说通俗点就是问自己，这到底合理吗？这合理的话，合理在哪里呢？能不能找到合理的解释？如果能，那为什么我之前觉得不合理呢？我之前的理解到底错在哪？值得一提的是 TI 为之建立的模型往往都是在内部的，除非刻意去表达或者做可视化，否则一般都是发生在里面的一个思维过程。什么叫做为之建立模型呢？比如说你的孩子考试成绩突然降低了，那你就会把所有可能会影响他成绩的因素构建起一整套的一个彼此关联、互相之间有因果关系的一个模型，然后把孩子放到这里，然后去看到底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那与这种模型相对的，可能是你不去找到底哪个地方是它精准的问题。你可能知道你成绩下降了，那最直观能带来你成绩上升的是什么？找补课老师多学，可能这就是你解决问题的方法。那这就不是你在通过建立一个模型在解决它。不排除你建立模型之后得出的结论和这个方案一样，但一个是直接从结果出发，一个是你建立模型之后去理解所有里面的原理。我们接下去就来到了 extroverted feeling 外倾情感就是对 FJ 和 TP 人格来说相当重要的认知过程。FE 呢是 ENFJ、ESFJ 主要的认知过程，是 INFJ、ISFJ 辅助的认知过程，是 ENTP、ESTP 第三的认知过程，是 INTP、ISTP 劣势的认知过程。MBTI 官方是这样描述 FE 的：寻求与外界的人之间的和谐，以及外界的人彼此之间的和谐。人际关系和文化价值观很重要，鼓励并关心他人。关键词：创造和谐，达成一致或兼容。什么叫做文化价值观呢？文化价值观就是整个社区赖以生存、保护和维系和谐关系的核心原则和理想。社区可大可小，但必然它是一个集体而不是一个个体。而 FE 的这个关键词 harmonizing 就是和谐，创造和谐。和谐在大部分情况下意味着达成一致，彼此接纳和包容。有一种误解会认为 FE 就是帮着大多数人讨好大多数人，
并不是这样。创造和谐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它不只是被动的接受外界已经形成的群体，也涉及到努力将被排挤的人重新拉回到大集体中。FE 想让所有人都和谐，而不只是一部分人和谐，哪怕这是大部分人。而 Leona 和 Mark 是这样描述 FE 的：是一个旨在创造或维持环境中和谐的客观决策过程，向外聚焦于人们和人们之间的关系，根据人、事、情境对人们的影响来看待他们，主动地关心他人的需求、愿望和价值观，倾向于避免公开冲突，但在涉及对他人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可以变得坚定不移，建立并维护社交惯例习俗，致力于去与人互动。客观决策过程，没错 ，FE 是一个客观决策过程，因为它是依据外在的情感事实进行决策。换句话说，它就是为客体来服务的，以客体为目的的。而它会根据各种不同的东西对人们的影响去看待。什么叫做对人们的影响呢？不只是人们是否开心，也包含了人们的需求、愿望、价值观等等是否得到尊重，乃至人们是否能够从中获得成长等等等等。而这里也特别提到 FE 会避免公开冲突。那我们要清楚啊，避免公开冲突的方式很多的，你可以用柔和的语气措辞，你可以用真诚的关心慰问，你不是说只有通过虚伪或者做作或者回避冲突来避免公开冲突的。后面也看到说，其实在涉及到对他人构成威胁的情况下， FE 会反而很坚定不移，因为这个时候他不只是在代表自己，他在代表一个更大的集体，不一定是涉及威胁，同时也可以是我在为集体的荣誉而战的时候，就类似的场景。而最后说到的社交惯例习俗，这里指的就是已经让大家达成共识的一些习惯和规则，很多时候它不一定是明文规定的。就像你见到人了，见到叔叔阿姨了要叫这个不是没有人写在一个本子上说你一定要这么做，但是大家都会觉得你要这么做，这样才懂礼貌。而 Daryl 和 Nadi 是这样描述 FE 的：外倾情感的过程通常涉及与他人建立联系或断开联系的愿望，并且常常体现在要通过表达温暖或不悦来达到自我披露的效果。那些社交礼仪，比如我们要礼貌、要友好、要亲切、要体贴、要得体，通常都与外倾情感的过程有关。和他人保持联系，在他人笑时一起笑，以及努力让他人彼此友善相待，也都涉及外倾情感。通过这个认知过程，我们根据他人表达的甚至未表达的愿望和需求做出反应。我们可能会询问他人想要或需要什么，或者通过自我披露来促使他们更多地谈论他们自己。这通常会激发交流的火花，并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他们，从而更好地调整我们对他们的行为。通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被吸引去为他人负责，并照顾他人的情感，有时甚至到了不将我们的情感与他们的情感分开的地步。我们可能会认识并忠于共同的价值观、情感和社会规范，以便更好地相处。是的，FE 可以与人建立联系，也可以断开联系，只要你在关注与他人的联系，几乎都涉及到 FE。因为 FE 它并不是无脑的去讨好所有人，它也是一个决策过程、判断过程，一个理性的判断过程，那就必然存在着更好更坏的标准，有去做和不去做的决策。而后面说的表达温暖或不悦来达到自我披露，这往往是人们对于 FE 最大误解的地方。因为 FE 它是一个外倾的认知过程，这就意味着它是基于外界发生的，也是对外界带来影响的。很多人会认为 FE 是需要人去猜测在暗中营造一种大家都不明说的氛围，这是蛮大的一个误解。
让他人和自己在外界可以共享情感，是 FE 非常基本的一个特征和诉求。这包括了把自己的感受分享出去，也把他人的接纳过来，在这一静一初中和人的关系就产生了。而这里提到社交礼仪的这句话，我们一定要注意，在后面描述的要礼貌、要友好之类的，它并不是在说一个人讲礼貌或者友好，这就和 FE 有关，而是在说鼓励人们去这样做的社交礼仪、社交规则。这个礼仪，这个外界的规则和 FE 有关。而且啊，我们看到 FE 它带有很强的倾向性，是对人类的兴趣，让我们去更多的了解他们。这种对他人的兴趣是 FE 很常见的特征。互联网上真的有蛮多的 INFJ 会给自己贴上厌世啊、离群索居啊、不被理解啊、不想要社交啊这样的标签。一般真的要打一个蛮大的一个问号。不将我们的情感和他们的情感分开是什么意思呢？把他人与自己的情感混合到一起，或者索性就是以他人的情感作为自己的情感，这往往会带来一种对于真正私人情感，也就是 FI 的忽视，但是也会带来对于他人情感的敏锐嘛。不过FI 也会带来这种对他人情感的敏锐的，后面我们会看到，只不过它并不是以他人的情感作为自己的情感，而是基于自己的情感和自己情感的深刻的连接而带来对其他个体情感的敏锐度。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一个 introverted feeling 内倾情感简称 FI， 是对于 FP 和 TJ 人格来说特别重要的认知过程。FI 是 INFP、ISFP 主要的认知过程，是 ENFP、ESFP 辅助的认知过程，是 INTJ、ISTJ 第三的认知过程，是 ENTJ、ESTJ 劣势的认知过程。MBTI 官方是这样描述 FI 的：寻求行动和思想与个人价值观的和谐，不总是清晰的表达。寻求行动和思想与个人价值观的和谐，不总是清晰地表达这些价值观，富有同情心、敏感和理想主义。关键词：衡量价值是否值得。个人价值观是什么呢？它是一系列指导性的原则和信念，它去帮助个人分辨好坏善恶，它指引个人的生活，指引的是个人的生活，不是社群的生活。每个人肯定都是有个人价值观的，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逻辑也是一样的。但是有个人价值观，你不等于说你总在有意识的寻找与其的和谐而因为你单纯的喜欢的观点，它其实并不能和个人价值观划等号。不是说我相信人是善良的，这就是可以作为一种个人价值观。这里的个人价值观意味着以此去做分辨和判断，并且总是如此。实际上它是一个更复杂、更深度的一个东西。如果有人说比如说所有的欺骗者都要死，像用这种很单一、很粗暴的价值观去指导一切，这其实反而是 FI 相对不够成熟的一种体现。还有就这里的同情心敏感和理想主义的形容，其实也不单指 ISFP 或 INFP， 而是说当我们投身于 FI 这个认知过程时容易有的特质。当然也不意味着你有这个特质就一定是ISFP 或者 INFP， 或者你偏向 FI， 这些特质的原因也很多。而 Leona 和 Mark 是这样描述 FI 的：是一种基于个人价值观的主观决策过程，内心深处持有私人且不可谈判的核心价值，接受生活的现状并接纳他人的个性，直到某个程度，安静地散发出一种平和稳重的气质，无法容忍对其核心信念的侵犯，通过对他人内在生活的精细调整的敏感性，一对一地与人建立联系，追求内在的和谐。主观决策过程，这里又看到了，它指的就是说你是基于个人的事实来进行决策。我这里特别也强调事实，避免有人误会认为说主观就是不顾事实。什么叫做个人的事实呢？举个例子，这杯加糖的奶茶太甜了，那就是对我来说太甜了，对你来说未必。
那整体来理解的话，也可以理解为 FI 是一种主体导向、为主体服务的决策过程。和 TI 一样， FI 最后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持某种主体的完整性。对 TI 来说，这是一种内在框架要很精确，这样子我才完整；而对 FI 来说，是我要和内在的价值和谐一致，这样我才完整。那这里说可以接纳他人直到某个程度那这个程度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直到他人侵犯到了自己的核心信念、核心价值的程度。换句话说，只要不侵犯到核心信念、核心价值， FI 几乎可以接受一切。那注意， FI 它不等于 FI 的偏好者，因为 FI 是个认知过程，但是人是更复杂的人。而这里描述的平和稳重的气质，当我们结合 FI 它的特点就不难理解，因为 FI 它把锚点定于自身，所以外界怎么样的影响其实相对都不大，也对外界的诉求也相对不大。再强调，这是指这个认知过程，不是指这个人。那他人的内在生活到底是什么呢？这里指的是他人内心的经历，包括但不限于他人的情感啊、想法啊、价值观啊、渴望啊、动机啊等等等等。最后这里用的那个精细调整的敏感性，这个形容词非常的有意思。这个词原文叫做 fine-tuned， 就是有一种给乐器精准调音的含义。它其实用来强调 FI 的这种敏感性是非常细腻、非常有针对性的，恰好是对应着所敏感的对象的。对照 TI 描述里的 precision， 就是精确，可以看到 TI 和 FI 都具有一定的那种精确的感觉，这种共性，只是说他们精确的一个对象是不同的。那 Linda 和 Dario 是怎么描述 FI 的呢？通常很难用词汇来描述用于做出内倾情感判断的价值观，因为这些价值观往往与心理图像、情感基调和直觉反应的关联要高于与词汇的关联。作为一种认知过程，它经常作为筛选信息的过滤器，以匹配其所重视的、想要的或值得信仰的东西。内倾情感会不断地权衡一切事物在各种情境中的价值或重要性，并对生活中各种情境的核心问题、和平与冲突进行耐心的平衡。当我们某个价值观受到损害时，我们就会启动内倾情感的过程，并思考。可有时候有些话不得不说。另一方面，大多数时候这个过程是在私下进行的，并通过行动来表达。它帮助我们知道人们在什么时候虚伪或不真诚，或者他们是否在基本上是善良的。这就像是拥有一种内在的对某个人或某件事的本质的感觉，并在情感基调中读取微妙的区别。心理图像、情感基调、直觉反应都是日常生活中不太容易见到的词啊。那心理图像它一般不是指具体的图像，而是一种在内心里的图像，和 NI 的意象不同。这种心理图像和情感强烈的绑定，带有明显的好坏倾向。比如有一种小鸡被折断了翅膀的图像，我好痛苦；或者有一种出笼的小鸟的图像，我好快乐、好自由。而情感基调指的是比较笼统但是非常持续性的情感状态或者氛围，比如一幅黑白的画可能传递出一种孤独的情感基调。而直觉反应很有意思，这里用的词是 gut reaction， 不是 intuition， 就是我们在人格里说的直觉和感觉的直觉。这更像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是一种不经过思考和处理之后的结论。比如说，我一听这话，心里就一阵难受。总而言之FI 的核心价值，也就是我要做自己我要做自己中的自己。这个自己是一个相当难以形容的东西，它不是语言层面的一个自己，但是它对于 FI 的偏好者而言又很清晰。它不在于说因为它可以被描述清晰，而是很容易通过上面的这些方式什么情感基调、直觉反应来让人准确的知道自己有没有偏离了自己。对 FI 在市面上最大的误解和恶意就是
凭什么这些 FI 的偏好者，他们就可以为自己而活？我在为目标付出，我在为集体付出，我在为真理付出，他们就在为自己付出。这样的言论完全没有理解 FI 的核心。FI 的价值观是不会随着个人的欲望的变化而灵活的调整的。能理解这句话吗？通常来说，甚至有的时候，个人的欲望会和 FI 的价值观背道而驰。那当一个人为了一些事情而放弃自己的欲望的时候，你还能简单的说他们就在为自己付出吗？更好的形容可能是他们在为自己眼中自己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尊严而付出。那文章中说的筛选信息的过滤器是什么意思？就是 FI 对信息做出衡量和评估，以此做决策，为了让这个决策可以匹配自己的价值观，可以结合之前 MBTI 官方的关键词来理解。他用的关键词是不断的去询问对我自己来说是否重要是否重要的这个过程。当然这里的我不是我的欲望前面我也提过了。而和平与冲突更是对于 FI 来说生活的主题曲，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有的时候价值观不被冒犯，有的时候又会被冒犯。拿 TI 做个对比TI 的生活中会充满了合理与不合理，而对 FI 来说，他会根据和平与冲突来不断反思和建设价值观。正如 TI 要找到对自己说得通的合理性，FI 也要在不同的情境下找到一个能让自己内心宁静和谐的平衡点。有时候有些话不得不说，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过这种时刻，因为这些话如果不说的话，就感觉我背叛了自己，失去了内心的宁静。如果你是觉得这个话逻辑上是对的，所以我一定要说出来，那这个不是这里的描述跟这个的描述关系不大。那帮助我们知道人们在什么时候虚伪，这个可以跟 FE 对比一下。FE 的描述中被形容为甚至可能把自己的情感和他人的情感混在一起，是一种对外界广泛情感的关注，而 FI 却关注在个体的情感上。这个个体首先是自己，但也包括了他人的个体。也就是说，当我们透过 FI 时，每个人的情感都是独立的、独特的，也因此就更容易去辨别出人与人在情感上的差异嘛。注意这里的情感其实包括了价值取向的，所以基本我们谈论人格类型的时候，情感都是包括价值取向的。而后面提到的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本质的感觉，又可以跟 TI 对比一下。TI 在描述中也被形容为说对一件事物有本质属性的感觉，这里的本质在 TI 那里就是让桌子成为桌子，椅子成为椅子的本质桌子和其他的事物在逻辑界定上的差别。而在 FI 这里是让一个人成为这个人的本质，是让你成为你的本质，我成为我的本质。它不是一个逻辑界定的差别，但是一种理性的界定，是一种情感理性的判断，在价值层面的判断，有时候会被叫做身份 identity， 但是这个词可能也不能完全画上一个等号。不过我还是蛮好奇的，就如果克隆人出现了，那这种情感判断的本质会有差异吗？我真的不知道，很难想象。其实有蛮多的电影和小说乃至哲学都有讨论这个层面，这也是为什么会把 FI 和哲学做很大的关联，甚至比 TI 和哲学的关联还大的一个原因。最后呢8个认知过程的手绘小狐狸送给大家。我觉得还是尽量比较形象的把这个认知过程的核心给描绘出来了。我本来想给大家再讲解一下为什么这么画的，但是有点不想说了，我已经说有点多了，我去喝口水。那我们大家下次不见不散，拜拜。